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从现在开始，美东时间11点半。今天是2026年1月12号，从美东时间11点半我们就开始了，准备直播半个小时到12点。那么，请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帮忙确认一下声音和图像是否都没有问题。你好，秦朋友，能不能听到声音、看到图像？如果可以的话，帮忙确认一下。确认一下，这样好的，谢谢你的确认。那么赶紧来看一下现在这个大盘。那么今天这个大盘的话，是一个低开高走的一个状态。最主要的是，周末，特朗普在台上的时候，这个周末呀，交易员也不能休息，因为周末特朗普经常爆出一些breaking news，老是爆出一些突发新闻。那么这个周末的话，它又是一个突发新闻，相关的了，跟我们这个炒股相关的，一个是这个它，这个好像是要调查这个鲍威尔，就是美联储的主席，以各种名义来调查他，就是他之前美联储大楼装修这个事儿，然后造成现在市场对川普干预美联储这个有点担忧，因为美联储大家都想让它保持一个独立性，因为这个现在盘前是这个开盘之后是跌，但是现在是回涨。那么还有就是这个，我们看一下现在这个图形吧，其他的我们基本面就少说一点。那么这个日线上，我们现在关注的就是这是起涨点4835，这里是 A 中枢，这里是 B 中枢，对吧？然后 B 中枢现在就是看这里是一个是不是要离开，现在这个离开要有力度。那么现在离这个中枢太近，离这个上沿太近。那么如果说力度出不来的话，那就会再被拉回来，再继续震，对吧？但是因为现在马上要到这个财报季了，所以说这个财报季肯定，这些大的科技公司开始上下震的时候，那么这个围绕这个中枢震荡是围绕最后这个中枢震荡是必不可免的。那么我们现在就是一个中枢震荡操作策略。那么最后这一笔现在已经成笔了，那么这一笔在1小时上的话也是3笔。那么今天这个低开，但是并没有延续出一笔来。那么现在是一个低开高走的状态，就看它是不是要再次突破这个高点，也就是说把这一笔的内部结构它可能变得更饱满一点，或者说这一笔它的小周期，现在看的周期是1小时，它小周期可以给你一个2卖，然后再下来。然后跌破这个低点也可以，这样的话，在1小时上这里就有2次回落，看它构成中枢之后能不能再上去。现在基本上指数相对来说，围绕最后一个中枢来震。那我们赶紧来说一下大家提问。先看这个 MetaGame 朋友问了一个 RKLB， 这是一个应该是做现在因为也是特朗普的原因吧。他提现在美国要搞这个航天或航空航天技术，或者说这个相关的这个产业方面，造成现在航天股还是挺火的。那么我不知道这个 RKLB，是不是龙头，还是它的这个就是整体的盘子大小是如何？那么但是它现在是比较活跃的，现在关注度是比较高的。我们看它的这个技术图形，周线上这里有一个中枢。周线上有个中枢，现在是其实是在走这个离开段，对吧？然后目测这个技术段跟离开段的空间应该大一点，我们可以简单的比较一下。现在是突破了等比例了，突破了等比例76，所以现在这段是没被持的。看一下它的日线上，日线上现在是3段，日线上是3段，这个第3段明显是现在力度不够强。对吧？但是也没有出现明显的背驰，因为这段要结束，但是它现在这个尤其是这个地方开始有点在这里并排了，说明它的小周期开始有中枢了。如果说后期力度出不来的话，那基本上就是1、2、3就完事儿了，那就看它是不是要有回落。那你要想做这只股票的话，现在肯定不能追它，因为你一追可能就刚好追在一个相对的高点，它马上就给你回落。看它回落之后是不是构成中枢，哎，你去做这个结构买点，看它是不是能够打出去，还是说要在这里继续震荡，然后每一次它都可能打出去，所以现在肯定是不能去追它。那么想做的话就去买回落就好了，毕竟它的基本面现在是开始向好的。
我们来看大家其他人的提问。这个 Lily 朋友问了一个RIBN Rivian 对吧？想买点。那么 Rivian 的话，它就是也是之前它最大的就是因为亚马逊是有它的一个大量的投资，应该是这个，但是呢，它是主要做这个箱型轿车的，它不是做这个就是家用的这些的。那我们看一下它图形，这里下面有一个做了一个周线大中枢，你之前没有发动有没有进场啊？因为现在这个中枢刚好是做完中枢要开始离开的状态。当然了，现在进的话有可能是一个周线的一个三卖的可能性。我们看一下这个高点在哪里，226.64， 226.69，那么高点在这里。其实最好是，如果说你之前有关注它的话，如果感兴趣这个票的话，这个中枢震荡是非常好的机会，让你来回做差价的。这是一个1、2、3、4、5、6、7段，现在是第8段。那么现在并不保证它拉不回来，你知道吧？如果说能拉回来的话，可能一个更好的位置。如果说能够砸到这个中枢里面来，我们看一个中枢上沿在哪里，16.65。如果说能够砸回到中枢里面来，这个其实是一个更好的一个位置。如果而且还在这个中枢中轨以上的话，现在并不能保证。虽然说你看这里是挂到了200周，200周这里是挂在这里，但是并不保证它不下来。我们看一下日线上这一段。那么日线上它这个起涨点在下面这里，这个12.39，对吧？那么在12.39，它在日线上之后是1、2，这里做了一个日线中枢，这里做了一个日线的中枢。那么现在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这里是一个先给你一个日线这个小中枢的3买，然后再上去。我们看一下最后这一笔的内部，还不错的机会。如果说这里能够撑得住的话，今天确实是可以尝试进一点。那么1小时上，我们把这个1小时给它因为这个图形还是不错的，我们简单多花一点时间把这个但是基本面我并不清楚这个 Rivian 它这个就是他们这个模型啊做的这种自动就是电动车的这种就是类似送货的这种车的需求量，这个大家要自己去看一下它的基本面，但是它的图形上表达还是不错。现在，那么你看它这个1小时上这里是有一个中枢，那么现在是有点类似破底翻的情形，看到没有？刚好也是跌破了这个200均，跌破200均之后，然后给你的一个空头陷阱。现在是可以进一点，现在可以进一点，然后最好是强制的突破这个，然后给一个回踩之后再继续往上走。那这样的话，日线上就有希望给一个一笔反弹，甚至是再次突破前面这个22.69。我们看一下空间，17%还是不错。所以说现在这个位置要近一点。那么就如果说这个又不太拿准的话，可以把这个止损放在下面，比如说放在18附近，对吧？也不要贴得太近，放在18附近。如果说止损的话，你就先出来。毕竟它从下面这个，你看它从下面这个箱体上来之后，或者中枢上来之后，这个空间涨幅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说它慢慢的，我们防止为什么这里要止损的原因是防止它，比如说杀破这个200均之后，然后慢慢给你阴跌，再做出来一个中枢之后，以这种方式来结束整个这波下跌。所以这里要设一个小的止损，或者说先用小的仓位去试一下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现在还是出现向好的迹象。如果这个3买能够成立的话，那这样的话，要么是在这里再做一个中枢，就是2个中枢之后，这个周线上这笔可以结束，或者说直接给你来一个微转也可以。但是马上也快出财报了。2月12号有财报，所以说这个有向好迹象，可以这个尝试的。看一下这个 Shelly 朋友问的 ARM， 这也是我之前跟大家提过，它在这个大周期上，尤其是周线上走的非常规矩。那么我也是提过几次了，在我这个直播也好，还是周末的复盘里面，我们看一下，它现在是9段了，应该是1、2、3、4、5、6、7、8、9，刚好9段。
这个周线上出现了9段但是它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软银对它的持股，因为软银是最大的这个股东嘛，它的持股量太大，造成这个变相这个票的盘子就变小了，因为它市场上流动的少了呀。但是我不知道软银有没有把他的手里的票借出去，让别人去做空去。但是呢，如果说它的盘子变小之后，它的平常的波动就大。现在正好是第9段了，就是围绕这个中枢震荡到第9段了，那就看，首先你问是想不想想补仓，但是前提是这段要结束，我们要看一下这段的内部。但是它现在是在这个周线周线这个中轨的下方是偏弱的，如果说要踩到这个中轨的这个周线中枢的下轨的话，那你就要到97附近了，对吧？那就如果说，而且它现在你看它这个 MACD。起码在周线上，它这个 MACD 张口并没有缩短，对不对？所以说可能是小周期的动能还没有这完全的那个吸收消化。那么在日线上很清晰的一个5段，看1、2、3、4、5一个5段。所以如果说它能够再次跌破前面这个低点的时候，再次跌破108.38的话，那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个5浪。那这样的话，第5浪或第5笔是一个更好的一个位置。当然了，它这个市场不是说每次都说我必须跌破它才能往上涨吗？当然不是了，它也可以说是在这里先做一个中枢，也可以在这里底下给你盘出一个中枢之后往上走也可以。所以说这个位置我建议是等一个底分型，在这里等一个底分型之后确认一下，对吧？因为想要转折必须要有底分型，不差这一会儿，因为它现在这个力度没出来，就是说想要那个张口往上走的时候才有可能转折，现在还没看到这个迹象，只是看到跌不动了。我只是看到跌不动，但是跌不动只是代表空头的力量开始衰竭，多头的力量没有显现。多头力量没有显现，你想进去先埋伏一下的话，但是不知道这个时长有多长，对吧？所以说我的建议是，起码底分型出现了，你再进也不晚，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好的，但是它的基本面。只要就是说现在跟 AI 相关的这个不退潮的话，它大的方向没有问题的话，你就因为现在在周线上他们一直没起来嘛，一直在这里做了一个大中枢之后，它迟早都要起来，对吧？迟早都要起来，然后再看它怎么样。但是震了9段之后，看它之后的一个反应。那个看一下，秦朋友问了一个 CRWV。也是这个这个是啥呢？这是这个英伟达亲儿子，对吧？英伟达的亲儿子，英伟达对他投资了很多，然后也是受益于这个数据中心。那么你那个秦朋友问启动了，你是想进呢还是怎样？那我们简单，如果说你没有说的很具体的话，我们只能简单说一下。那么现在在周线上有这么一个结构，从最高点下来之后。现在是出现2次反弹了，对吧？而且这次反弹也成比了，63.8上涨也成比了，因为有这个5根 K 线了嘛。那么现在就看它是不是也要能够突到这个，这里有一个趋势线，我之前我们分析的时候画的趋势线。如果说它要能够到这个趋势线这里的话，那就到这个我们看一下大概的位置，115左右吧。如果说真能往上突的话，那么有这个迹象，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小周期上。那么需要小周期上有力度。那么在日线上的话，这是一个一笔上一笔下一笔上。虽然说这个第一笔上不够一笔，但是有4根，我们可以先当成一笔用。就是说有这个缠论里面啊，它是中枢是必须要有够这个定义的。那么如果说进入段，如果说这段算进入段的话，它不够笔没有关系，因为进入段可以是一个跳空缺口。所以你先把它当成一笔看。那么如果说它要是起码要3段的话，我们先比较一下等比例能在哪里 93.94 对吧？94附近，先看它能不能够突到94附近。如果说力度比较强的话，那就先看120天，这样的话它才能不背驰，也就是这3段才能不背驰，不背驰才有可能有4和5，对不对？所以说这个94这个必须要突上去。那么如果说你看它第3段的话，我们简单看一下第3段。第3段这里我们在日线上我们就能观察出来一些什么呢？这里肯定是有个中枢的，对吧？这个小周期上肯定是有中枢的。我们看一下这个1小时上有没有？1小时上下上下有一个中枢，对吧？你从那个一旦你熟练了之后，你在大周期上就能发现它的这个结构。
你就不用每个周期去看，因为每个周期都看的话，不是觉得好像很麻烦，浪费时间嘛。那么这样的话，它这里有进入段，有离开段，我们目测也能看出来离开段强啊，但是大概空间差不多，但是呢，它这个离开的那个力度有出来，对吧？这个 MACD 张口张得很大，柱子开始伸长，面积也开始扩展，所以都是好的迹象。我们看一下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哎，刚好到等比例，这是多少？89附近，刚好到了等比例位置，这个位置应该顶不住，就是应该挡不住啊。最好是再来点力度，有效突破这个位置。但是现在，看收盘吧。或者看收盘之前能不能够站上这个位置。如果说收盘之前能够在这个位置之上的话，那就这个离开段就不被持了，那就有希望在上面再做中枢，对吧？1小时没完事呢，1小时等到第2个中枢出来之后可能再结束。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如果说有力度出来的话，那就有希望去120天，或者说是再继续往上走。先去看120天，甚至我们刚才看的周线上那个115附近。所以说，强势现在有强势的表达了。那么你主要就盯着这段。那么现在我们看的周期是1小时，对吧？那么这里你看这里有4、5根 K 线，说明这个15分钟和5分钟上有个中枢。等到15分钟和15或者5分钟上再有第2个中枢的时候，可能这一笔就结束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在这个位置可以稍微减一减，就是第2个15分钟或者5分钟中枢出来之后你再减，都来得及。但是现在如果说我是不建议追的，因为这个追涨我们一直都不建议，但是有的话肯定可以继续拿，等待1小时这一笔结束。一笔结束之后，如果说这个位置结束了，然后给到一个回撤，还是这个中枢的300，因为它这里要做中枢了，对吧？还可以继续买，所以节奏一定要踩对，而不是去这个追涨杀跌。好的，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听朋友又问了一个 OKLO。这个是 OKLO 吧？做这个核电的这个，对吧？我们之前也说过多次。你发现现在涨得好的，或者说比较活跃的，全是跟这个 AI 相关的，要么是电力呀，要不就是什么储能啊，要不就是这个数据中心呐，要不就是什么那个制冷啊，就给这些数据中心降温的这些玩意儿，或者说除湿的，全是这些玩意儿，对吧？因为主线就是它，所以说你做主线的话，更容易赚。我不是说其他的不能赚钱，而是说做主线更容易赚。你也可以去做这些这个消费的呀，比如说 Costco 啦，或者说这个沃尔玛啦，沃尔玛今天也在动，对吧？所以说不是说其他不能赚，而是说这些更容易。沃尔玛而且走得很强，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但是今天可能那个看不了。这个 OKLO 的话，回到这个。周线上，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个强的周的底分型，对吧？周的底分型出现之后，就看它，我之前已经讲过多次这个强底分型和弱底分型的区别。强底分型就是更容易出现一笔，但是没有100%对应性，只是说大概率。那么现在，而且这个还带一个周的这个缺口出来了，周线还给一个缺口。如果说能以这个缺口作为一个支撑的话，往上走的话，那就看它这个反弹的，先看它的反弹的力度，先看它现在。已经很接近0.382，就先看132吧，看能不能够反弹到这里。如果说到了这里没有力度了，也成一笔了，那就看它是不是要在这里做中枢了，因为下面有一个大 A， 这里是不是要做大 B， 对吧？那么这就是以这种为依托的话，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么在这个日线上之前这里是有过一个中枢。我应该在这个忘了是什么时候，是之前做直播时候分享过还是什么？我们当时严正的或者说肯定是提过这个200天均线，因为你要看裸 K 的话，它这里就这段下跌的时候它就没有力度，对吧？在这个位置我们可能之前做过直播，还是说做过这个周末的分享。我们当时就说这里如果说跌破了200天，肯定要做一个空头陷阱起来。那么可以看一下我当时在这个时间做的这个分析。那么现在又上来了，对吧？尤其是上的这个速度很快，你发现跟这段比较的话，你会发现这段速度很快，速率也很快，而且就是短短的这个大概6、7根 K 线就突破了前面这个高点，你发现没？这两个明显是节奏上的一个变化。那么现在这个 MACD 也张口张起来了，但是现在是停到这个零轴这里了，停到这个 MACD 零轴这里。那么如果说它这里要停顿一下的话，也就是说小周期上它这里是不是要蹲一下再起来？
那么现在也是给到了这个日的顶纹型了。那么现在就是我们简单的瞅一眼吧，毕竟这个也是一个基本面向好，就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又是非常活跃，但是它的那个平时的那个振幅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如果说你去追涨杀跌的话，就会非常的那个难受。那么现在也是1、2、3段，看到没有？1、2、3，现在是做了这个4的回撤，4的回撤也没有碰到吧？还是碰到了100.69，哦，碰到了。那就是说在这里现在是做了一个潜在的中枢在这里了，就看这一笔什么时候结束。所以我说，如果说这里能够撑得住的话，就可以再次起来，甚至突破前面的高点，或者说它就是在这里做中枢也可以，在这里做中枢。那这样的话有2个中枢，这2个中枢很容易出现扩张形式，因为它只要不能够，因为它这段的空间有点大，它只要不能够突破这个空间，在上面做的话，那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出现一个这个扩张型的中枢，就2个中枢高低点有接触，出现扩张，扩张之后能不能看它能不能够上去？它最主要原因就是前面这段冲的太猛了，前面冲的太猛，后面如果说力度跟不上的话，就很容易背驰，对吧？所以说就看它这个后面这一笔，如果说你有的话，现在也是包环关系处理之后已经出现底纹型了。那么这段的话就需要去再看一下它的小周期上，那么5分钟、15分钟上，那么这里是有3根 K 线，3根5分钟上基本上要反弹一笔了，就是说已经有2个小中枢了嘛，对吧？那么这里要给你弹一笔，如果说力度不行的话，也可以在1小时上这里先测一下可能的反弹的位置，看看是不是能到这2个位置108、109，到了这里还上不去，那就看它是不是要在这里叫震，先看它是不是震。因为如果说微转的话，是必须要突破这个前面这个高点。如果说不能够出现微转，只能到比如说到0.618，如果说回来的力度不够强，那这样的话还是有可能出现一个1小时3买，就是在这里做中枢，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2个中枢出现了高低点接触，出现扩张之后，看到能够上去，对吧？现在就看这笔怎么选。所以说你如果说手里有它这个成本比较低的话，现在这个位置是可以进一个5分钟的小仓位。5分钟的小仓位，也就是说这个位置5分钟是可以起来的。这里有一个中枢，这里有个中枢，它这里完全可以起来，但是现在5分钟上比较弱耶，那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尤其这一笔偏弱，所以说这个级别太小了，更可能要么就是如果说再把这个跌破之后，也就是说让它小周期里面的这个结构更饱满一些的话，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掉头吊起来，然后往上走。就整体来讲，它现在是5分钟或15分钟上可以尝试，但是这笔的力度就看它能不能够出现一个大的力度，不行的话就必须要回来。所以说每次回落去做它，而不是说上去追它，因为它现在主要就是前面这一笔的力度，日线上这段的力度涨的这个前期涨得太强，现在是在0轴这里这个蓄势。然后我们再看 Amy 朋友问了一个 VRT， 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分析过。我们看一下周线上是不是回落还不够一笔啊？它周线上是被这个有一个趋势线给挡住了。那么周线上有个大中枢，但是你看它这个结构是缓慢上行的，对吧？低点是缓慢往上爬升的，这种票是好票。你发现你手里的票是这种，在这里做中枢这样走的，那肯定就完蛋了。那我们要的是你往上走，然后做中枢，慢慢往上爬的，这种是发展是向好的。所以说一定要看好大趋势上它是怎么走的。那么现在这个回落这一笔还不够一笔，哎，等一下。这是里出来一个基点的低点哦，这是我们之前分析，它当时还没有这一段，也就是说这个回落已经出现低点了，然后还跟前面这个高点碰到了，这样的话这里是有一个中枢了，但是呢它新的一笔还没有生成，这就是我刚才在这个 OKLO 上说的，就是说它这里是出现了一个升级的2个中枢出现那个升级了，因为高低点有接触，这是升级了。那么这是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们先看它是不是要升级之后，这里能够往上走。还有一种就是从这个最高点断开的话，从这个202.45断开，那你就不要这个中枢，也就是这样。断开之后，这个从这里从最下面这个低点，9.89到202是一个盘整上，
因为它只有一个中枢，然后又带一个300的一个盘整上，看它右侧是不是要这个生长出来一个向下的一个趋势也可以，就是它不是一定说啊我在这里有中枢了，然后2个中枢就一定往上走，它也可以往下生长的，对吧？所以现在就看它是先是第一笔，这一笔能不能够生长出来，但是前提是这个147.82不能够跌破，你要跌破的话就说明这个下跌没结束，这段它现在是处于一个相对纠结的状态。我们看一下这个小周期上，那么小周期把这个清掉，那么这是1小时有一笔反弹，2次反弹做了一个反向中枢，这结构做的其实是很经典的，我们经常能看到这种结构，经常能够看到这个做一个反向2次反弹做中枢，然后这里还有个趋势线，我们画一下，是不是？是不是？你要是把这些这个简单的这些技术分析学一下的话，你就是说踩点的话都能踩到，对吧？所以说到了这个位置我就卖一点，然后它下来了，又踩到某一个大的均线上，我再买一点，你的节奏也不会错。那么现在也是，它这个现在做了一个反向中枢之后，但是回落这一笔还不够，就是这一笔现在还不够一笔，现在等待它那个随时结束。那么如果说，但是 MACD 又出现向好，就是这一笔的 MACD 它现在下不去，看到没有？这里如果说呢，它要是掉头往下走的话呢，基本上要去再次跌破前面这个147.82。这个 MACD 如果往下走，那就要再次跌破147.82，也就是说这一段要跌破它，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个进入段跟离开段去比较。但是现在看了这个 MACD 下不去，说明这个有支撑了。为啥呢？这是120天在这里呢，看到没有？120天在这里，所以120天对它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均线。你看前面，自从冲回到120天和200天之后就没下来过。就是120天是不能够被跌破的，但是呢，如果说尝试跌破120天均线，然后再次去跌破147.82，那你就看是不是找这个有盘整背驰的这个位置，也就是说把进入段跟离开段比较一下。那么等比例在129.29，那就去200天了，对吧？就是等比例附近。说真的要跌破又要跌破120天，又要跌破前面这个低位的时候，你就先不要着急进。因为它可能要去等比例之后，区间到这个等比例区间之后，然后 MACD 但是也不能够大幅的往下走的时候，这个位置是可以再买回来的，因为起码能够弹一次，甚至是拉回到中枢里面来，甚至走微转都可以。所以如果说它要选择往下走，这是我说它如果说要往下选的话，你就不要着急。但是这个位置它也可以是，因为它撑在了120天嘛，就是它也可以是前面就是147.82没结束啊。对吧？因为它这里是可以小周期上有中枢，然后往上走，所以说，我没有办法预测到，或者没有人能够预测到它到底怎么选，它到底是要往上选还是往下选。所以说我在跟大家分析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给大家喊单，或者说我告诉你应该怎么操作，因为我不知道市场怎么选，我们是只是根据市场的选择，我们做应对。而不是说啊，我这个人分析的好，他能知道这个股市涨跌，那纯粹吹牛，对吧？你知道吧？纯粹是吹牛，没有这样的人存在。他只能说啊，我这个位置看他现在跌不动了，对吧？如果说我要是你的话，我看他跌不动了，然后呢，这里又有120天在这撑着，我看他是不是要先弹一次，是不是再尝试一下再下来？那么我这个位置可能小周期我能进一点仓位，但是这个空间又不大。如果说真再次3点几空间，对吧？那可能如果说要是强一点的话，再次突破前面这个高点8点多，就是这种小的短差，你要不要参与？那么这就是你自己的一个选择了。它如果说往下走，我在这里进了，然后它又跌破了这个前面的低点12%，然后再到200天的话20%了，对吧？就是你针对这种操作，你要不要参与？这个其实是没有人能够预测到，你只能用那个仓位去来配置。我要是说，哎，我倾向于它往上涨，那我就在这里买一点，那上去了，我就到了位置我再减。如果说你这个觉得，哎，这个位置好像不太好，有点慢，有点肉，可能是不是要再次跌破它？那我就多等一等，对吧？这样的话就有再次跌破之后，是不是这个结构更饱满了，更有这个进入段、离开段，然后去比较某一个位置，然后我在这个位置再进，
对吧？所以这些都是跟出来的，这些都是跟每天去做复盘，每天跟踪出来的。然后市场到底怎么选，我们是没有办法预测到的。好的，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刚好到了美东时间12点，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次再见，拜拜。